大家好，我是曾明老师。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我们刘海。那么这个刘海呢，我们今天要剪一款复古性的刘海。那么这种复古性的刘海呢，给大家去搭配的话，在一些中短发上面非常合适，长发上面呢，它有点像比较短的小八字刘海。那么这个复古性的刘海呢，它是在我们70、80年代非常火的一种刘海，搭起来呢，在我们一些发型上面会达到一个很独特又有个性化的效果，然后打理起来也很方便，也很适合去烫。所以这个刘海呢，我们今天分享给大家，我们刚好拿了一款中发的方式给大家去修剪。首先给大家说一下这款刘海的重点呢，我们在刘海的面积会比较大，然后呢我们又会有点像中分一样的效果去剪，因为这个复古式的刘海呢，中间会高一点，它是往两边走的一个效果，但是呢两侧的位置不会掉下来很多，它会往后走。那么所以我们留出来的时候呢，这个刘海效果是保留的比较厚重，但是呢要看起来尾部比较柔和轻盈，发根能吹起来的一个效果。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来分享怎么去裁剪。好，我们整个刘海的位置呢全部往前梳下来，好，梳到前面，然后我们现在呢要找出我们要的一个长度，把它定下来。我们左右两边看一下自己要的长度是多长。假如我们剪出来的位置记住我们是往后走的，所以说我们两边的位置呢不能太短，如果太短的话，我们剪完是不是它就往后去吹的时候，这个形状就无法达成。所以说我们先可以从整个刘海的长度把它固定下来，假如到下巴的位置是吧，那剪完出来它就可以往两边飘的一个感觉。好，那我们全部把它设定到一个下巴左右的一个长度，把整个刘海的长度先定下来，也可以更短到嘴角的一个长度都可以就不一定是在这个长度上。这个呢是属于比较长的一个效果，因为我们还没剪完，先把整个这个长度定出来。接下来定好长度以后呢，从中心线的位置1分为2，这个刘海中心线的位置1分为2。好，这个时候大家要注意我们在中心线分开以后，我们有一条线，那么大家去取一个定好的长度，中心线取一条头发，然后重新来定我们要剪的一个长度。这个时候怎么去定？大家注意要拿最上面的，不要拿下面的，所以下面呢把它分开掉拿到最上面的这一层头发来定长度。假如我们两边过去要露颧骨的一个感觉，到颧骨位置，那我们这边就定到嘴角，是不是就刚刚好所以说这个头发呢，你剪得太短了，它就达不到这样的效果，所以我们要保留一定的长度。我们用最快最简洁的方法去达到这个效果。我们左右两侧都有一个转角，我们可以拉向对角的方式去修剪这个刘海，左向右拉，右向左拉的方法假如我们现在在左边我们先可以拉向右边的去剪，也可以一片一片去剪。一片一片去剪呢，我们就是重复的动作去剪，但是我们一大片来剪呢，会更简单更快。好，我们要提起角度来，全部梳平整，好，拉向另一侧的转角，就有点像剪八字刘海一样的。好，剪好，把它定好长度。那这个长度呢，就是我们通过修剪把它定下来的。一定要梳起来提起角度来，因为我们提了角度之后呢，你会发现这个刘海剪出来的效果呢，它放过去的时候它会有点层次，看到没有？它会有点层次。如果我们没有提角度呢，这个位置就没有层次。这种刘海就像短的八字刘海的风格差不多，但是呢它修剪的时候更要注意细节，待会要去角。好，那我们左边剪完，现在我们来剪右边。好，我们右边的位置也是同样的，整齐的随着划分线去梳。好，梳起来要提起角度，好，把角度提起来，好，拉向另外一侧的一个转角的位置，好，拉向这侧的时候，把多余的呢去掉。这个时候你整个头发是不是看到视觉的效果就出来了？左右两边是交叉的去剪。剪的刀口呢就是平切口就可以了，提起来的角度呢，你剪出来的头发就有点层次，所以我们呢尽可能的去把它修干净一点，把这个层次剪出来效果更好。好，剪好之后我们相反一样的方式梳过去，大家就看得到是不是一个发片的走向就是往后走了？那这个就是像小八字一样，大的八字刘海是不是更长？这个小八字刘海呢就看起来更短，其实它就是一个复古的感觉好，两侧我们剪完出来的味道都是一样，
这个长度呢，大家一定要自己去把控一下。就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剪得它太短了，太短的时候我们是飘不过去的。好，我们剪完之后呢，两侧的位置对称就可以了。看一下，它就是有点像短的八字刘海往两边飘，但是呢，它不是真正短八字刘海一样。好，我们整个剪完之后，大家看得到是不是很厚重的效果？那么我们现在呢，要提起来去一个角，把两侧的头发呢可以提起来。那么提起来之后呢，我们这样往上提了往上提了，把上面多余的这个角呢去掉，往上提拉，把多余的去掉，这样呢会更加有层次的一个效果。好，去掉这个角以后，当我们放下去的这个头发，它会比刚刚看到的效果呢更加轻盈这个尾部，所以我们到时候去吹它的时候呢，它更容易把根部的头发呢吹起来。我们再待会呢去修饰一下，它就可以了。好，去这个角，然后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的方式去角。好，这边也是一样，好，把多余的角去掉。好，去掉角之后，这个效果看起来更加的轻盈，更加的舒服。接下来我们去给它做一个修饰。好，我们修饰呢，拿出20%的无痕牙剪不超过30%都可以。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发片呢分成小片，跟前面我们有一些刘海修饰是一样的。我们在发尾的1/3呢，低角度去修饰，把这个尾巴呢打成柔和。那这个时候大家要记住修饰的时候一定是要把角度呢整个发片提起来，一层一层逐渐的往下慢慢去打。这样呢，把每一层都打到，然后尾部的位置呢，都产生一个柔和的效果就可以了，不需要大家提的很高的角度打一个地方。打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手位要慢慢往下降，这样呢，我们整个刘海才能打得到。你看打进去之后，慢慢往下降，因为这样呢，它才会越来越自然。表面上这层头发呢，就打得少一点，其实里面呢会打得多一点。在吹的时候呢就会好吹，那表面上如果打很多呢，它会影响整个头发的这个质感，所以我们表面上会打的少一些。好，整个拉出来，全部都是一样的手法去修饰。修饰完之后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有没有均匀一定要均匀轻薄的效果。好，然后呢，我们现在修饰完之后，把整个表面上的头发呢再拉起来，我们再做一层防曲线，把里面的内角去掉为什么说表面要去内角？因为我们表面上打的少去内角的效果呢，它会更有这个弧度往上去支撑蓬松的一个效果，吹起来更容易往两边飘着走。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表面上打的少，它的重量就本身就比较重一点。你想它等一下蓬松出来的好的质感呢，那你必须是这样把表面上的效果做得柔和一点，是不是轻柔一点，它才能会产生我们要的感觉。所以说这个修饰的时候呢是非常重要的，你要明白这个逻辑，我们去修饰出来的感觉它才会更像。这种复古式的风格呢，我们在70、80年代是非常流行、非常火的。但是现在一些发型上的搭配，它依然是很又经典又时尚，刚刚好在当下也特别流行一些复古的发型。那么这种配一些中短发上面配出来都很好看，包括我们烫发的一些长发里面配一些法式的这种卷，配上这个刘海呢，效果也很好。好，现在你看，你通过一修饰一变轻薄，你会发现它就变得更短了，这个刘海，对吧？变得更短了。中间的位置大家记住中间等一下是不是要吹起来？所以在中间的这一小片呢，我们从根部去做一些这种支撑力的一个反向的去除，也就是反曲线的一个修饰。好的，那么我们这个刘海呢就已经剪完了，大家看一下整体的效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它吹干带顺。
好，我们这个呢，整体吹干之后，我们用小的号的梳子去带它一下。带的时候呢，尽可能的去带顺它就可以了啊，不要去带的特别高先啊。所以我们要带的是现在带出一个弧度来往后走，所以我们只需要往上提拉，慢慢往后降，往后去吹啊，带出一点弧度来。这个复古的刘海呢，一定是要有往后走的一个流向，看看。就跟吹八字刘海有点像，先把它根部不要去动它啊，先吹起来，让它有个弧度往后走，这样吹着。这边用同样的方法去吹，梳子放进来，好，提高，然后呢降低，带个弧度往后走，要慢慢的啊，风要加温加到位，慢慢的往后去移，不要太快。吹的时候呢，尽可能把这个弧形啊吹得厉害一点，往后走的厉害，这样呢，我们在衔接的时候出来这个形状呢更加好看。但是先不要把发根吹起来了啊，尽量把发根的位置呢压低哈，然后再吹上面。好，我们左右两边已经吹好之后呢，我们往上去梳，往上去梳，从中间的位置把它提起来一点，把它吹高一点点，只吹高中间这个部位啊，然后再压下去就好了，两侧的位置转角。好，把顶上这个一小片呢也提高一点点角度，让它凌乱效果吹出来。好，这样就出来了这种有点复古的一个感觉，往两边飘起来，对吧？也是用梳子小的，然后把它吹高一点。为什么要吹高一点呢？是吹起来连接下啊整个头发的效果。如果这里不连接呢，这头发就有点像断层的效果一样。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上面这层的根部呢吹起来一点，这样我们再去放这个刘海的位置放下来，它就会特别看起来舒服。前后高的与后面低的，它成为一个和谐的协调感。好，我们现在呢看到整个修剪吹干出来的效果，用我们的小梳子带顺了一下，带一个弧度往后走，根部的位置前面吹起来一点，那么这个复古的一个小的刘海就出来了。那么这个刘海呢，我们整个去搭配一些中短发，包括我们要烫的一些长发，其实都可以的啊。那么这个刘海呢，接下来我们去抹一点湿发精油，让大家看一下整个效果更加的好看。好，我们现在呢倒2滴湿发精油，不要太多，那么倒在手上，然后我们现在把它搓均匀，然后用手呢去打在上面。打的时候呢，尽可能我们的刘海往后走，先抹后面这一边。为什么？因为中心线的位置呢，刘海怕抹的最多，对不对？所以说先不要抹那么多，中间的位置，然后先抹两边。如果我们是整个发型的情况下，你们剪完可以一起去抹，是吧？先抹后面这个位置。如果是手上比较多的情况下，我们先抹前面，是不是前面就很多了？所以这个分路的位置呢，要抹的是最少，先抹两边，把两边的地方可以多抹一点，然后我们在这个中间的位置最后去抹一点，表面上最后抹了一点，其实最后呢要抹均匀就好了啊。这个所有的头发大家去修饰或者去打薄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已经本身就有纹理感了，然后我们再抹一点呢，这个纹理感就更加的清晰更出来的效果会更加好看。所以所有的这个修饰当中呢，我们只要是抹了一点东西之后，都会让我们的修饰呈现出更好的一个效果来。所以我们这个抹东西呢，是为了我们达到本来修饰完了更完美的一个效果，所以抹上一点点东西，让它看一下整体的感觉非常的到位，也会变得更加轻盈。
好，现在磨好之后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大的宽齿梳的效果啊，宽一点的齿这边梳子呢去梳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整个效果是往后走的，这个刘海是吧？好，往后走的。然后耳朵这个地方呢，也可以采取这种夹一点，然后放一点出来的一个风格方式，那看一下整体的感觉。好的，那么我们今天这款刘海呢就已经修剪完成，大家看一下整体效果。我们在吹干带顺以后，往两边带了一个弧形以后呢，我们就抹了一点湿发精油，那整体这个感觉出来，它的层次感跟纹理线条是不是特别明显？我们都不需要胖胖剪去做，因为这么短的往后走的，用胖胖剪去做呢，它会出现硬线条，这样会影响整个头发的走向，所以我们只需要用无痕的牙剪去把它发尾柔和出来，那你整个效果它就变成发尾很轻盈就可以了。那么我们这个刘海的长度是最重要的，这款刘海如果大家剪得太短，它就无法往两边走，太长了它就耷下去了，所以它为什么是复古的感觉？那搭配一些短发的话，你会更明显有这种复古的味道啊。好，那么这款刘海呢，适合大部分的一些中短发的搭配，比较有运动感的一些发型。那么我们在这种呢修饰颧骨以上的位置会比较好，颧骨以下啊，比较下巴比较尖的，或者是我们菱形脸呢，剪这款刘海都合适。好，那么这款刘海呢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一款刘海与大家见面。